2名顶尖潜水员洞穴潜水，其中1名潜水员为了活命，竟然不顾队友的死活，抢走引导绳，独自一人逃生，结果却未能成功，永远地留在了洞穴里。另1名队友却安全返回。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美国圣罗萨兰洞潜水事件。圣罗萨兰洞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荒漠中，从卫星地图上看，它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圆形池塘，直径仅有24米。1976年3月10日，一支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大学生潜水队在教练的带领下来到了圣罗萨兰洞，准备进行他们的开放水域训练。蓝洞26米的深度和稳定的水况使其成为理想的初学者训练场。下水前，教练用最严肃的口吻向所有人发出了警告，禁止进入洞穴右侧那个狭窄的洞口。上午10点30分，众人穿戴好装备，跃入水中。在教练的指导下，学员们进行着基础的技巧练习。但麦克和大卫的心思早已飘向了禁止进入洞穴右侧那个狭窄的洞口。他们悄然脱离了队伍，径直向26米深的洞底前去。很快，那个被警告过的洞口出现在他们面前，没有丝毫犹豫，麦克率先钻了进去，大卫紧随其后。他们首先通过了一段约 4.6 米长的垂直通道，钻出来后，眼前豁然开朗，一条相对宽敞的水下隧道展现在面前。隧道向两侧无限延伸，并分化出多条岔路口。但是作为仅仅接受过开放水域训练的学员，他们对洞穴潜水这一高度专业化的领域一无所知。他们没有设置引导绳，更致命的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在狭窄的通道中控制自己的姿态和脚动洞穴底部沉积了已久的泥沙。两人终于想起应该返回时来时的路已经消失在一片浑浊的泥黄色之中，他们彻底迷失了方向。他们瞬间发生了恐慌，气瓶中的氧气也因此被飞速消耗。在求生的本能驱使下，他们慌乱地滑动手脚，试图找到出路，但这些无效的挣扎反而搅起了更多的泥沙。最终在某一刻，他们气瓶中的空气被彻底耗尽，留在了这片水域中。地面上，教练清点人数时立刻意识到两人失踪，随即报警。搜救行动迅速展开，但结果令人心碎。当天，救援人员确认2名遇难者均已不在开放水域。3月12日，专业的救援潜水员不设引导绳，冒险进入了那个致命的洞穴系统。下午2点15分，他们在主走廊附近的一个洞室里，于38米深处发现了大卫的遗体。而寻找麦克的过程则漫长且艰险得多。在随后的11次潜水搜救中，洞穴的复杂和危险性暴露无遗，每一次下潜都充满了未知的风险。其中一位名叫吉姆的救援潜水员下潜到了当时人类探索过的最深处，他断定圣罗萨兰洞的深度远超想象。如果麦克真的进入了那片区域，以当时的技术，生还的希望基本为零。由于搜救行动本身加剧了水体的浑浊和洞穴的不稳定性，行动被迫暂停，直到6周后的4月25日，当水体再次变得清澈，搜救队才得以重返。这一次，他们在约54米深处的第2个洞室里找到了麦克的遗体。尽管从事后看，这个位置距离入口并不算遥远，但在那个如同迷宫般的复杂环境中寻找一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新墨西哥州警方用一扇重达136公斤的钢制栅栏将洞穴入口牢牢封死。随后，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更是在栅栏后方倾倒了至少2卡车的岩石，已经将入口完全堵死，甚至引发了洞穴入口部分的坍塌。2016年3月26日，ADM 团队的精英潜水员再次集结于蓝洞，准备进行为期3天的最后勘探。执行本次核心下潜任务的是2位业内赫赫有名的顶尖洞穴潜水员，52岁的麦克杨和43岁的肖恩·汤普森。两人均拥有数十年的洞穴潜水经验，肖恩更是曾服役于美国海军的知名潜水教练。他们使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封闭式循环呼吸器，这种设备可以让他们在水下停留更长时间，并且几乎不产生气泡，能最大程度避免搅动泥沙。3月26日是此次行动的最后一天，任务也相对简单，在清理收尾的同时，检查是否还有遗漏的未知通道。由身体更灵活的麦克杨执行最深处的下潜任务，回收之前布设的引导绳，而肖恩则在相对靠外的第2个限制区域外待命，提供支援和接应。上午10点17分，两人检查完装备，一同潜入水中。他们熟练地沿着引导绳穿过主动厅，一切都显得从容而专业。到达预定位置后，麦克向肖恩做了一个明确的手势，示意他在此等候。肖恩点头回应。随后，麦克转身向更深的黑暗中探索。他顺利抵达了引导绳的末端，完成了工作。就在他准备返回时，突然想到应该将回收过程拍摄下来，作为珍贵的纪录片素材。于是他决定先返回去找肖恩拿摄像机。然而，就在麦克独自深入的这段时间里，一个无人知晓的变故发生了。肖恩没有遵守计划，而是选择跟着麦克的身影一起进去一探究竟。当麦克转身返回时，他迎面撞上了一个正在石缝中挣扎的肖恩。此时的肖恩身体被完全卡在了石缝里，进退两难。麦克来不及愤怒，
立刻上前帮助。他一边安抚肖恩的情绪，一边帮他调整姿态。两人在狭窄空间内的挣扎已经将周围的泥沙彻底搅动起来，周围一片混乱。好在麦克的手中紧握着引导绳，这是他们唯一的方向指引。他示意肖恩跟在自己身后，准备返回。下一秒，他手中的引导绳却陡然一紧，然后猛地从他手中被扯走。紧接着，一只胡乱挥舞的手臂从下方的黑暗中伸出，疯狂地拍打。是陷入恐慌的肖恩，他完全失控了，手脚并用地向上乱爬，结果从隧道中钻到了麦克的身体下方。在混乱中，肖恩撤掉了麦克的进气阀门，并将他推进了旁边的一个小洞里。随后，肖恩总算挣脱了束缚，迅速消失在了上方的黑暗中。而被困在小洞里的麦克强装镇静，他再次抓到了那条救命的引导绳，感觉到绳子仍在微微抖动，这说明肖恩还在上方的某处活动。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沿着绳子向上游去。当他找到肖恩时，肖恩被卡在第3个洞室的入口，一动不动。他的呼吸器已经不在嘴里，备用气瓶的阀门是打开的。此时的麦克自身的状况也已非常糟糕，他只能留下同伴的遗体独自返回。在洞穴入口处与安全潜水员会合后，他用尽力气告诉水面的人，肖恩回不来了。随后的2个小时是麦克一生中最煎熬的减压过程。第二天，身心俱疲的麦克再次下潜，带回了肖恩的遗体。事后通过检查肖恩身上的摄像机和潜水电脑数据，还原了事故的全过程。由于肖恩在第一次被卡住后就开始呼吸急促，导致他佩戴的循环呼吸器无法及时吸收他呼出的二氧化碳，引发了高碳酸血症。其症状包括窒息感、头晕和幻觉。他虽然正确的切换到了应急的备用气瓶，但在恐慌状态下，他不仅飞速耗尽了应急气体，更忘记了在最后时刻切换回功能正常的主呼吸系统。最终，他在黑暗与绝望中溺亡。在完成了对整个洞穴系统的测绘后， ADM 团队向圣罗萨市政府提出了他们的最终建议，继续关闭并永久封锁这个洞穴。